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历时8个月，总共拍了127场戏的程毅真冤，5年前的杨紫更冤。程毅新剧播不了了的消息，像一盆冷水泼在5月的娱乐圈。本该在5月20日霸屏的古装大剧《富山海》，因合作演员李凯欣的辱华言论瞬间蒸发。人民日报删博，央视撤档，平台紧急下架预告。此刻距程毅杀青已过去8个月，他在剧中一人分饰3角的127场戏，他突然成了最倒霉顶流。演员的努力被资本和一颗老鼠屎碾碎，程毅这次真冤到家了。01从跑龙套到古装天花板，他用了10年笨功夫。翻开程毅的履历，你很难找到捷径2字。2011年从中戏毕业，他在《唐宫美人天下》里演小侍卫，在《青云志》里给李易峰作配，被调侃脸熟但记不住名字。直到2020年琉璃横空出世，那个为情入魔的雨丝凤用时事眼神变化让观众记住了程毅2个字。收官时133亿的话题阅读量，是他坐了4年冷板凳的回响。有人说他是古装天花板，但他偏要打破舒适圈。莲花楼里演身患重症的李莲花，他提前3个月学古琴，练台词气声，把病弱感演成了教科书。底线里的法官周易安又让观众惊呼他居然能演现代剧。2024年提名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主时，他是大陆唯一入围的85后演员。这样一个把演员当职业来拼的人，却在事业上升期撞上灭顶之灾。富山海对他有多重要？业内早有预判，3个性格迥异的角色足以让他从流量迈向演技派，却被一个争议艺人拖下深渊。02他成了加戏咖的牺牲品。剥开富山海的瓜，满是娱乐圈的荒诞。李凯欣作为欢瑞新签的资源咖，被曝用隐形女主的方式加戏，明明官宣是女3号，戏份却贯穿3条感情线。更讽刺的是，这个靠甜妹人设圈粉的艺人，被前助理爆料私下狂言来中国拍戏之为赚钱，大部分中国人是 XX， 甚至多次用 Lunar New Year 挑战底线。而程毅呢？为了演好萧明明、萧秋水、李晨舟3个角色，他在横店高温里吊了120天威亚，光打戏特训就瘦了15斤。如今剧方算过一笔账，若要 AI 换脸或重拍，成本超1000万不说，程毅的档期早已排到2026年。更残酷的是资本博弈的真相。李凯欣背后站着第3出品方欢瑞，为了平衡利益，明知他有争议却硬推。如今稻草熊娱乐因剧集延期市值蒸发90亿，程毅作为挂件男主，商业价值跟着暴跌。这不是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是什么？程毅的粉丝纷纷表示心疼。03杨紫的5年之痛正在程毅身上重演。2019年，杨紫在青簪行剧组写下全力以赴4个字，没人想到这句誓言会变成长达5年的等待。为了演好黄紫霞，她提前学习验尸知识，和导演讨论角色到凌晨3点。但吴亦凡的丑闻让剧集瞬间冻结，即便后来换成彭观英补拍，至今仍躺在片单里待播。那段时间，他被嘲笑望男主体质失灵，明明演技获赞，却因非自身原因丢了口碑。如今程毅面临的困境如出一辙，他们都是靠作品说话的演员，却在资本的游戏里成了弱势群体。杨紫曾无奈地说，演员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表演。5年前，杨紫为青簪行背完3万多字台词，如今程毅为富山海拍127场戏，网友感慨，顶流的命怎么总被别人的错误买单。04李凯欣的问题，
暴露了娱乐圈最荒唐的漏洞。一个在海外社交平台多次发表不当言论的艺人，居然能一路绿灯进组拿资源。如果制片方早点查他的黑历史，程毅何至于此？现在网友分成两派，一边喊着剧与人分离，程毅不该被牵连，一边坚持原则问题零容忍，必须抵制。但无论哪种声音，受伤的都是认真演戏的人。看着程毅在莲花楼里眼尾泛红的哭戏，看着杨紫在长相思里一人分饰三角的炸裂演技，突然很想对娱乐圈说，请给认真做戏的人多一点保护。制片方别再拿演员当捧新人的工具，开拍前做好背调，别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平台方对争议作品别一刀切，给 AI 换脸，戏份重拍留条活路，别让全体创作者的心血白费。观众也请多给好演员一点宽容，我们抵制的该是失德者，而不是用作品说话的人。据说程毅的团队已经在走法律程序，杨紫的青簪行也终于传来排期消息。我们始终相信，认真的人不该被辜负。就像程毅在采访里说的，演员能做的就是把每个角色刻进观众心里，这份初心不该被资本的乱象掩埋。晚8点，当咱中路片头曲经破腾讯视频服务器时，杨紫正在横店啃着煎饼果子刷弹幕。这个5年前在青岛影视城淋雨拍戏的姑娘，此刻看着满屏恭迎黄紫霞重生的留言，突然想起开机时道具师说的那句谶语：簪子断了能种树，好戏蒙尘中见天。时间闪回寒冬，青岛东方影都2号棚内的杨紫裹着军大衣在绿幕前比划验尸动作。道具组准备的洗冤集录复印本被他翻烂了页角，页边密密麻麻写着宋代诗班形成时间、唐代仵作验蛊流程。谁也没料到，这份较真价会在6年后救活整部剧。彼时因某主演塌房，投资3.5亿的青簪行沦为影视城最大笑柄，连群演都调侃。